各位，2026年7月24号傍晚5点36啊，今天一天呢，不太开心，发生了一些事情，想着跟各位碎碎念聊一下吧。就老观众之间，我可能会说的非常乱，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事情啊。这冰箱本来买，我说不买的是，但是想着还是给它添一个吧，还是的。这个柜子呢，就这个柜子是在这里一个隔挡的柜子嘛。我拆下来不好弄，买了一个锯，到时候给它这边锯掉，然后给它扔掉。它这两个柜子打得好的，之前那个在哪是吧？在江苏镇江，各位有观众知道，这房子我自己买的啊。这个柜子柜门卸掉，已经扔掉了。它这个钉子啊，是嵌在这柜子里面不好弄啊，家里乱七八糟的。我这里有点热，各位，我们到卧室里面有没有那个？我刚洗完澡。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又遭遇了这个移动宽带限速的这个情况。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啊，我是2026年6月18号那天装的中国移动的宽带吧，就租了那个小区的房子嘛，在前面。然后租房那个押金纠纷，我也会后续等一下跟大家讲。先讲宽带的啊，有些观众知道，就是说，谁知道7月初我就买了这套房子。10多万买了之后，由于那个阿姨她也搬走了，所以我一想自己也有房子，我就搬到这里。这是宽带，我就强烈打他们10086移机啊！我是办了跨省宽带啊，我是浙江宁波的号码，他跟我讲说不可以移机，没有移机什么的跨省宽带。我说你们找你们领导弄一下，说一下可以移机，因为我强行又打那个给我装宽带的师傅，就这个范围内的移动的。我就让他过来移机，我转了他108块钱，出装费100，500兆的是40块一个月，我等于说花了250块钱。现在就昨天的事情，7月23号白天开始啊，快手还有另外一个平台，这两个视频平台上传的时候很慢，一个2G文件大小的视频大概要上传1个半小时，我就感觉难道服务器有问题吗？所以我观察了一天，以及昨天晚上又测了一下，快手服务器没有问题，包括其他平台，它就纯粹的有那种软性的，是检测到你跑 PCDN 啊，或者有这个白名单这种，比如说这两个视频平台是限速的，你像哔哩哔哩啊、今日头条那里又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我在福建电信的时候也拍过视频，你到视频网站搜这个 PCDN 也会搜到我的视频啊。所以我就是下午跟他们先反馈这个问题，就10086，他又给我转到浙江宁波那边的宽带师傅给我打电话说你宽带有问题吗？我说我在镇江这边啊，他这个跨省宽带就很麻烦。好在刚刚啊，我联系了他这个装宽带的师傅，他说要不明后天或者怎么着给我反馈一下。从他的自言碎语当中啊，他意思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过来帮我反馈一下。我就讲之前在福建那电信装宽带的哥们儿，他是反馈到机房就帮我解除了。其实我跟各位讲啊，首先我没有跑这什么 PCDN， 前几天我在南京也没在家里。各位你们看到了，家里这么乱的，我有时候白天比较忙碌，你们看我是上传的视频也没有几个吗？就是说这半个，而且我才刚来半个月啊。我没有上传的特别频繁，我算一下上传流量的话，200-300 G 有没有？400-500 G 我估计没有，就总的上传流量了。我一个月连1T 都用不到的人，各位，他又给我限速了，中国移动的这一次，反正先跟他们沟通吧。这个宽带小哥意思，他也只能反馈一下。我说你反馈吧，后续反正你们不解决我都是正常走流程的，工信部啊，包括你个人我也会投诉的嘛，对吧？我们不是说谁吓唬谁或者干嘛，你给我限速了，我找谁去啊？我前几天我晚上都是关机不用的，白天有时出去拍视频，我都不在家，而且，对吧？我刚到这边，你这宽带又给我限速了，这样子啊，反正先走流程吧。刚刚啊，我又打了10086，又追加了一个工单。我转到这个镇江这边，不是江苏这边，然后我就反馈了电信的，这不是宽带的这个移动的这个问题嘛，详细地址，因为我还移机过嘛，他的地址要重新登记，我把详细情况也跟他讲了一下。
就大概几分钟，我洗澡的时候有个电话打过来，我就给他回过去，可能是他们专门处理宽带的一个电话。他接通就说的非常直白，他说你是哪2个在限速？哦，我说一个是快手啊，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平台，其他哔哩哔哩还有今日头条是正常的。这个人我感觉能解决问题。他说是这样的是吧？我说对，然后我就跟他吐苦水。我说我的宽带才刚办好，这500兆的，又是新装，又加移机费，加每个月的话费，我200多出去了，你们还没有，我还没享受到什么，才用了半个月就给我限速了。是吧？所以这个宽带问题我还在走着流程，在跟他们反馈呢。也是，其实我在福建就关于这个 PCDN 之前就讲了很多次了啊，就是也出了好几个视频。你有问题碰到了，首先那什么协议什么的，我是没碰到要不要签，因为我这种家用的晚上都关机不用的，就白天用几个上传几个视频。我是1个月跑啊，最多就1T，就1024G 啊。所以我跟你们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是在跑这个什么 PCDN， 我知道的，还有一些人呢是比如说也是拍视频的，一次性上传到网盘上面或者 NAS， 一次性搞了几个 T， 或者工作室直接搞很多 T， 那你们去跟宽带沟通的话很麻烦的吧？我这种应该好沟通的，因为我本身晚上都关机不用，白天用也没用多少，你后台量也查得到，所以我在跟他们沟通呢，就这宽带限速这个事儿，哈哈，又遭遇到了，啊，我也在想啊，就现在电信、联通、移动，包括广电，你们搞这些事情干嘛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你看我搬家总是会碰到这种事情，而且我的样本容量足够大。广东其实也碰到过，在东莞当时在那酒店里，只是我没找前台那老魏去弄。在福建也碰到过，你们发视频。在湖南当时没有，湖南的时候是2024年，他也就这2年查这个上传流量，懂的都懂啊，我不再讲一些基本的东西了。我就是说这几大运营商或者有些装宽带的小哥还经常看我的视频，也是苦不堪言吧。你看你搞这些事情，像我们这种人肯定会做视频，不管你哪一家的是吧？你移动就移动，电信就电信。其实我也有好的解决方案，我要不再拉个电信呗，再拉一个宽带呗。我拉2条宽带呗，你看你限哪个，对吧？你这样子搞，你们民生也搞臭了。就你查这个什么，跨省结算流量，就是超出这个省份也好，就流量你们相互之间不承认，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普通消费者要承担这些东西吗？都2026年了，这5G、6G 要出来了，这是普通的网民在家里连这个我不再讲了，之前讲的太多了，我之前置顶这个评论也讲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遭遇这种情况，就正常的去跟客服去沟通，他宽带师傅会过来帮你反馈。那个书你尽量不用签那种什么协议，一没跑就不用签嘛，你跑了你看跟他们怎么沟通，要么工信部的话是你跟运营商沟通，大概15天之后你在工信部去安排，他有个时间的，大概率会帮你解啊，然后再不行就起诉呗，你到固定一下时间证据。他们还钻这个漏洞啊，就是说限速你2个平台，其他平台又正常，你手机测都正常的。好了，这宽带就讲到这里啊。我2026年6月17号就到这个镇江嘛，当时租了房子，700块1个月，跟我这房间格局一样，1室1厅1厨1卫。然后后续我也不知道，7月初我就买了这套房子。那当时这个卖我房子的阿姨搬走之后，我就搬进来了。我们现在简单点讲第2个事情，就我这个那个房子退租的，就租的那房子退租的押金的问题啊。我当时因为卖房子的这个中介，我都经历的还是这个中介，所以当时在交接房产证啊，跑这个水电燃气过户的时候，我经常跟中介有时候就说闲话嘛，我说我这房子可能要退租了，要搬到新家嘛，押金要不要也怎么样的啊？我说我跟房东打个招呼吧，有理有面的。谁知道那中介啊，他就一直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到时候搬家的话，钥匙给我就好了，你不用去跟房东再讲话了。就我租的那房子啊，当时是押1付3，付了2800块给房东，中介费300多，相当于3100、3200租的那房子，租3个月。他这个合同我也看了，各位，
就这个押金的这个合同里面有一些条款是没写上去的。我不是挑他的毛病，也不是欺负他，就当时大概7月13号、14号10天前，因为我搬到新家了嘛，因为自己也有房子了，就没必要再住在那边，对吧？我就把这个钥匙给中介了，因为中介承诺说可以帮我把押金要回来。我说你能押金要回来也好啊，对吧？谁的钱也不是刮来的，也就700多块钱。所以当时租那房子也有很多问题，我跟大家复述一下。比如说这床垫怎么来的，我说了好几遍了。因为我租的那房子，它那床垫很薄，只有5厘米的那种很薄的，你那床垫20块都不能要，所以我自己货拉拉又找一卖家买了一个床垫送到过来的，也顺带搬到新家。我之前讲过了，我这床垫我扔掉我不会留给那房东，那房东讲话也比较难听，他说啊你床垫不好，难道我还给你买个席梦思啊，怎么样啊？他那客厅的空调啊，遥控我是在抽屉里找到的，我到超市买了2节电池给他换上，那遥控也打不开。当时6月17号我就跟那房东讲，我说你这遥控是坏的，他当时跟我讲，他说买一个给你送过来。我等了1个月，各位，他7月22号就前天啊，这个房东中午微信跟我讲话，他说我这个遥控啊给你放到厨房了。所谓的厨房就我租的那房子，因为我那厨房门长期开着的，我退租掉那门也开着，他把那遥控放到那个厨房案板上面，给我拍了个照片，就房东。我一看，我搞得也挺尴尬的，也就是说过去10多天，这个中介没有跟这个房东讲我退租了吗？所以我就跟这个顺着这个话，我就跟这个房东讲，我说钥匙啊已经放到中介那里了，我已经退租了。这房东搞得也挺尬，你退租了也没跟我讲啊。但实际上我10多天前我就强烈跟中介讲，我说我跟房东沟通一下退租了，对吧？中介一直讲说钥匙给他的啊。这个事儿简单点讲吧，这今天下午就几个小时前，这中介他的姐姐吧跟我讲，反正也是中介的意思，他这个房东押金不愿意退给我。其实我当时贴完之后我就感觉不对劲了，我就是跟他说了是不是沟通有点问题，因为他找到租客了嘛。但我一想，我又翻了一下合同啊，合同里面根本没有约定说必须要住满啊，或者怎么样的，有些纠纷的话都是那个他时间上面也没有写。我就跟那个房东微信语音，我下午跟他聊嘛，我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押金不退啊，你这房子我还要收回来，要住到9月17号，对吧？我又没到期又没干嘛的，你现在搞得也太轻松了嘛。你等于说多赚我2个月房租，押金也不退，相当于2000多块钱扔给他了。我才刚说完这话，他又开始那种就是蛮不讲理的，他说我押金就不退给你，他以为我搬走了，各位，他以为我在去其他城市了。我说你这样子讲是吧？你这样子就是我房子给你砸了，我等一下中介地方钥匙会拿回来的，这房子到9月份不退租，我看现在谁敢住进去？你既然蛮不讲理，我比你还畜生啊！所以我骑电动车到中介那里啊，把钥匙给他要回来。那中介也是讲话就跟我扯半天，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合同我拍下来，我跟他讲，我说合同里面没有约定关于押金的处罚，以及住到期限满之后会惩罚我这个押金，这个条款里面没有约定，我们就按合同来，我们不存在谁欺负谁或者你押金不退怎么着的。我还想着到他那车库给他泼点粪之类的，搞点事情呢。谁知道后面，各位，我简单点讲，因为那个房东啊，我跟他微信语音沟通的时候，就3个小时前下午2点多，他有骂我，他说我 C 什么什么的啊，就是有辱骂我。我当时刚好也有录屏录音，我就说你要给我道歉啊，你讲话就讲话嘛，对吧？说事情就说这事情嘛，你干嘛骂人呢？我说我会起诉你的，我不是开玩笑，因为他身份证号码都在上面，对吧？我不用去法院再去调什么东西了，直接那个 APP 直接起诉就好了。我说你辱骂我，我有录音，你要赔偿我2000到5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啊！我不跟你谈房租怎么，你不退就不退嘛，爱退不退，对吧？现在我把钥匙也拿回来，我说我住到9月17号，我看现在谁敢住进去？我说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段期间还是我租住的。还有一种情况，我说你房子砸不砸另外说，我给你破不破坏另说。我看别人都是什么天花板哪里塞个机啊，
一直用人家的水电啊。我不干这种事情，我干的让你恶心一辈子。我天天到你家门口拍视频，我看谁租这房子，谁租这房子，一天安排一个视频，我让你别说让你红。各位，刚刚宽带师傅打电话过来了，他可能接到他们另外一个客服，他们又沟通了啊，他帮我反馈着呢。我说 B 站、头条正常，快手跟另外一个不正常，他弄着呗。反正我感觉，因为我本身没跑这些东西啊，就是大概率能解决，因为我的上传，它后台是看得到的，也就几百个剧，不至于吧？我一 T 都没用到呢。我还想着后面是不是弄到1000兆呢？看来也没必要了，因为我才刚到这里，这个东西就限速了。它说明，就江苏这边的政策，起码移动啊，这个不讲了吧？如果因为他们给你解决的话，你讲很多坏话也不太好意思。刚刚讲到哪了？就是说那房东啊，他语音里面有辱骂我嘛，沟通的怎么着的。事情发生在几个小时前，我就。因为他现在啊，我也不想讲太多细节性的东西了，因为房东他刚刚就是说，他找了一租客戴眼镜的一男哥们儿，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了这视频啊，就大概1-2个小时前，我到那中介店里，我跟大家讲结果吧，他给我道歉了，因为他有骂我嘛，他道歉了，这就是你好声好气的给别人面子，他不会给你面子，押金也不退你，也不怎么着，讲话死难听的，还骂我。你骂就骂呗，我看你到最后谁服软。但刚刚那边给我道歉，反正我是这样的，你只要道歉或者干嘛，我就拍着他肩膀，他还喊我周老板什么的，不用搞这一套。你要是道歉有好的态度，我们就好好讲话。那押金少给我了，700多块押金，我说你给不给无所谓，你骂人我要起诉你啊，对不对？你干嘛骂人呢？你讲话就讲话嘛，或者你情绪很激动怎么样，对吧？我也经常在外面跟人家吵架，就事论事啊，你不要骂人呢，是不是？刚刚中介跟他姐姐也在那里讲，这其实就是中介的问题，他没有跟房东讲，这中介想的很简单，就是说，赶紧帮我找到下一位租客，然后找到之后再把房东叫过来，把押金退给我。所以7月22号前天，这房东把那遥控啊，那个破遥控，他给我放到厨房了。他微信发给我一看，我也搞得很尴尬，搞了半天中介这10来天也没跟这个原房东就是打招呼啊，他们啊，所以我就宽带，反正今天我估计他过不来，他们在反馈着呢。这个押金啊，就是说退给我了，我也想着反正也解决了，我也跟有些人讲一下，你租房或者干嘛的，碰到什么纠纷也好。碰到宽带限速或者任何一个事情吧，哪怕你离婚或者明天不想活了或者怎么样，就什么问题就解决问题，有话就好好讲。你可以情绪激动一点，当时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但你不要骂人了。我前几天就那天刚搬到这里，我坐在这里不是吃饭吗？碰到一模一样的事情，也是一小伙子街头拦着，因为那个帽子啊有执法记录仪，包括我们那里聊了1个小时，这个事情我不再过多的赘述了。简单点就是我骑电动车过去啊，一个男哥们把我拦下来，给我扣了一帽子，大晚上的，他说我怎么样了，我搞得一脸的懵逼啊，然后我说你别走了，报警吧，警察过来之后，他也是那个，我说你诽谤的话，你到法院你也跑不掉，我当时也录音，那帽子说你不要录像，这画面不要上传，不要掐头去尾，我说我出了名的一镜到底啊，不需要搞这些东西。我出了名的一镜到底，还需要掐头去尾吗？最后我想着那帽子他可能也会升值，或者有很长的仕途要走，包括那男哥们他也给我道歉了，反正也是怎么样的吧，包括这个房东也是，我就发现啊，你好好的跟别人讲东西的时候，你释放善意的时候，你看这房子我只住了1个月，就那租的那房子，锁的会员视频里你肯定也看不到了。我现在等于说提前2个月退租，我也没说一定要押金怎么样，都是在让中介去沟通这个事情。谁知道中介没沟通好，还造成了一些误会。这房东就意思我走的时候没跟他讲，我说我要讲啊，这中介不让讲，中介说钥匙给他就好，他会搞定的，对吧？然后我说你那7月份在镇江的都知道，你那水费，
他就是那个房东老婆啊，他5月份、6月份用了8吨水，还有他6月初用的这个电费，等于说7月初我帮他缴了55块钱。最后我们和好握手之后，那房东他也说，他说我老婆说你这个小伙子很靠谱啊，你把水电费交了也没说话。我说讲什么呢？就50-60块钱还要跟你讲吗？就7月初的大概20多天前，我租的那房子水电我多交了60块钱嘛。你想一下，我6月18号才住进去，有时候还在外面拍视频，我能用多少电？空调有时候都没开，水我就1吨都没用到。7月账单一出来，我水电多交了50-60块钱，我也没说什么。你床垫不好，我也没说什么，我自己买个床垫。我一肚子的委屈啊，各位。你押金不退，我也没说什么。谁知道他下午我跟他沟通一下，他开始骂我了，就这个房东。然后我到中介那店实体店里面，我手机架起来拍摄了，他们所有人都慌了，怕我闹事儿，怕我起诉他。我刚好有录音，这押金退给我，又是说他的那个，我说算了，就这样。他比我大好多，他50多岁的。你看他喊我喊周老板什么的，你可能他知道我是全款买房怎么着吧？我说我不差你这700块或者1000多2000多，你这差2个月房租我也没跟你说什么嘛。我心里想的，他可能听到中介那里我全款买的房子，他改口说周老板什么不好意思什么什么。我说不是，你有话就好好讲话，你不要骂人啊，对不对？你说什么 C 什么那个的，你有话好好讲话，干嘛骂人呢？你看我在深圳哪里跟别人吵架，有人说不让拍摄，或者他说什么那个各种地方吧，你们翻一下之前的视频。我有时候可能前2年有时候年轻气盛的，就是声音比较大，我承认，但是我从来不会骂人啊，各位，我们讲事情就讲事情，你吵架就吵架，但是不要骂别人那个。包括我想起来前段时间那男哥们儿，他吃了很大的亏，就刚好他从报警那一刻我就开始拍摄，他报警之后的警察帽子没过来，现在都讲帽子，我强烈必须帽子过来，我说讲清楚，你不能说给我扣个帽子，比如说你说我这里英文字幕是间谍，那我是间谍吗？对不对？你说我这个，那我是吗？我就发现有时候你一直在释放善意，一直在这里好好的给别人留面子，别人不给你面子啊。这也是这宽带我委屈死了，我这刚住过来，我一机转给那宽带小哥转了108块啊，100多块钱，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合规的。他过来，你说现在宽带装什么？就这个线拉一下接一下就好了。光毛我从那租的房子拿过来的，我出装费100多，我走的跨省宽带，我才用了可以说才大半个月，连1个月都没有。中间搬家折腾的那几天我也没上传视频，有时候还去了南京、苏州，我都没有。你们看一下，有时候1天2个视频能有多少流量？就上传的这个量，居然又给我限速了。我今天一天都是说莫名其妙的感觉。下午那个好了，各位，我感觉唠得很长了是吧？就是说宽带限速啊，还有前房东他下午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居然可能天热吧或者怎么样的，在那里骂人或者怎么样的啊。中介，你看看这种人碰到我，可以说不是说幸运或者怎么样。你看我们这么好的租客，我自己买了房子走了，我2个月房租还没到期呢，他这个房东等于说1年啊多收了大概他1年等于说收了14个月房租，我2个月房租钱还没退给我呢，我也没跟他协商啊。我想的是我违约了嘛，或者怎么样啊？谁知道中介沟通又那个。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有人说半天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这个条款里面你自己倒着看或者怎么样，条款里面没有约定我必须要住满，我是翻了合同才去跟他吵架的。我开始想的是我没住满或者押1付3，自己心虚呢。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你们租房或者干嘛的去看一下，因为我也之前在福建、广东的那个合同，老板娘之前那公寓的合同我也有看，那个合同有2页呢，他柜子多少钱给我写的清清楚楚的，你住到哪里，没住到的话押金是不退的，它里面清清楚楚。这个合同啊，这中介他可能是这边
本地的，他这个是谁打的一个这种通用版本的，里面没有约定必须扣我的押金怎么着的。我一看这个条款，我赶紧到那里就去跟他争取一下。我说按照合同来，你也是吃亏啊，因为合同里没有约定我必须要住满或者要扣我的押金，后面的条款都是甲方乙方双方协商的这个条款嘛，对吧？你要白纸黑字写清楚要扣押金的话，我押金不要也无所谓，我就在那里扯了半天。今天一天还没吃饭呢啊！各位就这样子吧，就跟大家唠一下这个宽带呀，还有这个押金。反正我说的比较乱，因为有些细节性的东西是这样的，包括那前几天那帽子啊，当时住进那都2-3个礼拜前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事情啊都解决了，你没必要再去挑人家毛病，再讲的怎么样。他当事人有可能还会看到这个视频，是不是？但我一直都在讲一句话。有些网友经常去抨击我、挖苦我，很少啊，100个人里面1-2个人吧。我也非常感谢，有98%、99%的人就一直挺支持我的。有些人不说话，我也看得出来的，因为他这个视频播放基础流量摆在这里了嘛。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当这种老鼠，当这种那个，你别碰到我，你碰到我，你可吃亏吃大了。我这样拍视频，我看你往哪里跑。我要起诉你就起诉你了，你扣个帽子又这那的或者这那的。我希望各位啊，你生活中碰到什么问题，就积极的去解决就好了，积极去解决好了。限速了就跟宽带运营商先去沟通嘛，对吧？他不那个在工信部安排嘛，工信部不好那再起诉嘛，都没解决再换一家嘛。他还有一种情况可以把这个拆机拆掉的。现在手机你这种过渡阶段也可以用一下手机的流量嘛，它都是有解决方案的。房东不退押金，你可以报警的。我在想到9月17号啊，我用了一个终极的一个恶心他的方法。9月17号那天到期了，我找这个帽子，可能又是那辖区前面那2个帽子过来之后，我强行让他给我退押金，因为合同里没有约定。就是我必须要住满，或者说他扣押金的这种惩罚的这条款没写进去啊！我翻了合同才发现的。我想恶心一下，或者他家里面，我看别人客厅塞个机是吧？不用弄那么麻烦。哎，好了，就这意思吧，各位，您碰到什么问题，自己去解决一下吧。积极的去面对就可以了。我估计宽带明后天会有个结果吧，到时候他能解或者干嘛的。我最后插播一下，你们可能碰到这个宽带是说要签那个 PCDN 的协议书是吧？就是让你签了或者那个。我个人觉得那个东西，像我的话我是不会签的，因为我日常的使用场景当中，我晚上都是把电源关掉的，我这不存在那种情况。我上传量也不大，就几百个 G 一个月，最多也就1个 T。如果有时候有 4K 的视频嘛，4K 60帧的文件比较大。那我也没有说用几个 T 几十个 T， 我也没有那种跑的那种设备，我干干净净的我就不用签。有些哥们儿呢，你比如说心虚，你有几台路由器或者在用的，你跑得多了，你是不是签了能快速的解掉？这你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啊，你让我签我是不会签那个东西的，而且我也不会闹到那种地步。我的使用场景是比较简单的，就他后台看上传流量也看得到的。他刚刚宽带师傅也给我回电了，我估计大概能解决，打不了弄不了解决，我也会有很多方案的，跟他们那个。好了，就这样吧，各位您参考一下吧。那押金那事儿啊，你碰到这种事情就自己去解决。有些人喜欢当恶人，你最好别碰到我，还搞得这种押金不退，还是街头给我扣个帽子。你网上叫嚣一下可以啊，你到时候别被我一沟通，到时候又骂人，我一录下来，我看你怎么跑。你骂一个就算人格贬损，就算辱骂他人，我看给你走这个寻衅滋事帽子那边，还是给你走这个对我人格贬损的一个精神赔偿，到医院鉴定一下不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有些人或者有些人喜欢叫嚣的，你别生活中别碰到啊，你网上喜欢叫嚣，就这样吧，拜拜。